赵彪，哎，那个，之前我说你是小男人，还有只会耍小聪明，是因为形势所迫。其实你是一个挺值得托付的人。啊，是吗？你说过吗？我没什么印象。哦，忘了就好。杨子，是不是那个？应该是，走。小心啊，娘子。啊！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有什么机关呢。这都什么呀？娘子，你认得呀？这什么？这是萧逸水身上的东西。这个单石榴是个什么癖好？还收藏他杀过那些人的信。怎么了？这是董大哥的，没想到他竟然也是被单石榴所害。17年前的冬天，我刚入大理寺，那时意气风发，初生牛犊，总想破个大案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得知了辽国细作接头的信息。长官的，吴老大叫我来取货。好，是鸡儿乡的吴老大吗？是啊。我以为此命休矣，一个人突然出现，用手替我挡了一刀，制服了辽国细作。押走，走，走，走。喂，感谢英雄出手相救。您的手我带您去医馆吧。我都盯他半个多月了，我本来要抓一团伙，结果全砸在你小子手上了。您是？大理寺正，董谦。您就是传说中的董谦。哎，我也是大理寺任职的，我叫赵不由，我在案牍库抄书。不中用。前面的半间巷子有一家无名小馆，烧义子一绝。啊？哎，董司正很有意思，就我受了伤，不去医馆，却带我到了附近一家无名小馆吃烧义子。
我们俩的情谊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。哎，董大哥，董思政这个人很奇怪，他不让我声张救我之事，在大理寺，他假装不认识我，下旨后却私下带我去查案。每次查完案，他都带我去吃烧í子、喝酒。喝醉以后，他总跟我说，他不停地查坏人是为了还债，还说自己不配被编入崇宁断例。董大哥，单16被就地正法，您的仇报了。真是天意啊！会灌有问题，王司爷，是不是弄错了？你们家确为宗室旁支。老爹平日总是吹牛，他说的难道是真的？但族系宗谱上只有你父亲与你大哥的名字，并没有赵默儿和赵半儿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会不会是漏记了？这都是大宗正寺的查定，绝无错漏。你还是赶紧回去，好好确认一下户贯。若你真的来历不明、户籍不清，那可入不了太学啊。回来了。你看今天在安济院打架那小女孩，哈哈哈哈，有没有我当年的半分的印子？哎，你说那个从小的时候啊，我们……你干嘛去啊？爹和大哥都不在。大哥他去找大嫂了，还没回来呢。爹估计又上哪儿吃酒去了吧？二哥，你怎么了？咱们家是宗室旁支。爹天天吹牛呢，怎么你也开始了？不是吹牛，是真的。你咋知道？我报名太学，他们查了我的户贯。难道咱们的那个赵真的是？太学司正说，宗谱上，咱爹这一脉只有大哥，根本就没有我们两个人的名字。会不会是弄错了？大宗正寺给出的查定，怎么可能查错？不行，我得去找爹还有大哥问清楚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你不许去！你给我回来！我，等一下，回来！班儿，你回来！班儿，你不许去！你凭什么不让我去问？从小就有人在我们背后指指点点，说我们是野种，这么多年不也这么过来了吗？在不在那个宗谱上有那么重要吗？没有娘和没有根儿不一样。伴儿，我知道你是想维护这个家，你没有错。可我也不想这样糊涂的活着，我也没有错啊。我们全家人谁都没有错，那就更应该在一起好好过日子。等嫂子回来了，我们再像以前一样，不好吗？回去睡觉。
董大哥，你放心吧，这2个孩子不哭也不闹，可乖了，我一定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把他们养大。这些年，我没让孩子受过委屈。大哥，你在这干嘛呢？你还喝了别藏起来的酒啊？就不让他们被发现了。喝完这点就睡。别喝了，快回屋睡觉。睡觉了，走了。大哥，你怎么不听话呢？我坐会儿，一会儿就睡了。我也坐下来陪你聊会儿吧。大哥，我跟二哥今年去安济院，给那些孩子们送书了。一群人喊他们野孩子，我跟他们说，姐姐我呀，从小就被人叫野孩子。我总想问问你，我们的娘长什么样？咱们娘长得很漂亮，但她在这个家不开心。开心的话，她就不会走。大哥，我跟二哥，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小没娘，但我们不能不是这个家的吧？你为什么说这个？你当然是这个家的孩子啊！我乱说的。哎，你看，我跟你，跟咱爹，我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我看看。你长得真像咱娘。那二哥长得像谁呀？你二哥，你别说，你二哥长得挺像他爹的。他爹？对，你二哥长得像他爹赵黎呀，老赵。你赶紧睡觉吧。那我睡了啊，你早点歇息。大哥，我老记起来一个画面，我也分不清那个是梦还是真的了。我就记得你抱着我，还有二哥，不知道在一个什么地方，有很多很多的烟，然后你被那烟熏哭了。你怎么会记得这个画面？那时候你才1岁啊。因为我记得你眼泪掉我嘴里，是咸的。那时候啊，咱爹不是经常不回家吗？我要照顾你，所以经常到厨房给你们做饭，我就抱着你。那烧柴火太湿了，有很多烟，大哥就熏了，眼泪哗哗的流。所以你大哥我眼睛到现在也不好。你看1岁的事儿我都还记得。哇，
你很厉害，这样你都能想得起来。我真睡觉去啊！赶紧睡觉，赶紧睡觉。大哥，大哥，怎么了？谢谢你这么多年来一直照顾我。应该的。哎，爸，早。早，大哥。早饭已经做好了啊。你待会儿叫你二哥还有爹吃早饭。二哥他一早出去了，哦，干什么去了？他好像去看放榜去了。他去找差事了。对，他说他想谋个差事。好，你赶紧去吃啊，叫爹。爹，吃饭了。哎，花儿啊，啊，你看看，爹，好看不？爹，你穿着这个干嘛呀？哎，樊楼，今日做春日宴，这大小的花魁啊都来了，爹今天得去鉴赏鉴赏。爹，哎，你呀，先吃早饭啊。再说去樊楼的事情。对啊，那樊楼可是销金窟啊，咱们家去不起。你这一去，咱们这1个月的伙食都没了。对呀。哎，你们什么时候管起爹来了？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今天非去不可。哎，吃饭。哎呦，哎，莫，大哥，你去看榜了？来，坐下。你去找什么差事啊？大理寺。啊？大理寺？大理寺招人吗？不缺人啊。之前大理寺招工，我去报了名。今日去开了榜，说明天便可以上职帮工了。哎呦，哪个位置？大哥，你忘了？你被大理寺辞退之后，你原来的那个位置一直是空的。哦，哈，正好嘛，你大哥没干好，二郎去也不错。哎，莫去做贴书吏，委屈他了。以你的才华，应该去将作监，或者去军器监。你去大理寺做贴书干什么呀？哎，大郎，二郎现在也是啊，公家人了，咱们，这样，要不你拿出点银两来，咱们今天就去樊楼，一家人好好庆贺庆贺，多好啊！爹呀，你这1年能搞出几10个名堂去樊楼，哪次让你去了你就别想了。你小子就是不准去，不准去！我今天非要去不可，谁也拦不住。爹，我有事想问你。哎，爹，听见了没有？莫有事要问你。哎，先听默默说。爹，你去樊楼吧，那春日宴要开始了。我和伴儿是你亲生的吗？他说什么？我也没听清楚。我和伴儿是您亲生的吗？哎呀！爹，哦，爹，爹不舒服。哎呀，我先不。不是，您继续吃啊。逆子，怎么办呀？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哎呦，赵默，你看把爹气的。你去面对。你干嘛呀？爹是装病，刚刚他给大哥使眼色，我都看到了。爹在大事上从来都不糊涂。爹身体还好吗？哦，好多了。那个，别让他出门就行。不是，宗室属籍上为什么没有我和伴儿的名字？啊？是。
么会没有呢？有吧？有。我查了，没有。你们家确为宗室旁支，但族系宗谱上只有你父亲与你大哥的名字，并没有赵默尔和赵范儿。啊，我知道。嗨，我想起来了，咱们老爹以前不是皇室宗亲吗？后来成了庶民。我呢，是之前生的，所以上面写了名字。但是成了庶民以后呢，才生了你们俩，所以我的名字在里面，你们的名字没写上去。啊，对，那他不懂那个规矩，不对，是搞错。我打听过了，就算成为庶民，后裔也会陆路庶籍。你去打听那干嘛呀？你查到没有？你还去打听？你想干什么？啊？我知道了。你是不是怀疑自己不是爹亲生的？其实是你不想在这个家待着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想弄明白自己到底是谁。你是他哥哥，是我弟弟，是老爹的儿子，就这么简单。莫名其妙的大早上，我不说了，我先去送饭。今日，我便搬到大理寺的立社居住，除非让我知道真相。赵默儿，你别说了。那我就告诉你。如果你今日敢搬到大理寺去住，以后就别再回这个家了。哎呀，兄弟反目了！不是，大哥，他不是那意思。你看着老爹，别让他去烦了。哎呀，老赵家要散了。吃饭。我不吃了，我去大理寺了。赵默儿，赵默儿。哎呀！哎呀！兄弟反目了！回来，二哥，你别走啊！你别走！有本事你就别回来了！洛欣赏，娘子。什么都瞒不了你。我和你说一个咱们家的秘密：弟弟妹妹，他俩不是亲生的，不是我们赵家的人。16年前的一天，佟大哥等你很久了。佟大哥，他身边带着2个孩子，说是他的儿女，要把儿女托付给我，说他下决心去办件大事，恐怕凶多吉少。哪儿来的呀？我问你哪儿来的？朋友的。爹，你说咱能养活这俩孩子吗？我可不管养。 2天后，董家果真出事，全家惨死。现在想来，既然凶手是单石榴，那说明董大哥必定是得罪了邹家，才埋下如此的祸患。官家辖制，各部会审，最终以董大哥抓到的犯人蓄意报复，草草结案。 我出城找了好几家安济院，还有好几个农户，好不容易有一家条件好点的。这男人是个酒腻子，还打老婆，我一看就算了。吃啊！
孩子就交给我吧。我哀求爹爹收养了他的2个孩子，怕别人知道他们的身世，招来杀身之祸，把董默、董爸改名为赵默、赵爸。对不住，娘子，这些年连你都瞒过去了。东京最高樊楼设宴，各位可以往里边请。我算是惹你了。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您回去吧，这家里已经够乱了。咱家真没这么多钱。我不回去。那你既然来了，爹就带你见见世面啊！你可得给我大大方方的啊！这怎么大大方方的呀？你没钱，你没钱？爹啥时候差过钱啊？哎，爹，这真的假的？金的呀！你爹还有假东西啊？走，漂亮娘子，您可来了，就等您呢。说好，我今日只唱苏词。那是自然，放眼咱们整个东京啊，寥寥娘子的苏词，堪称女魁首啊！魁首，您请，里边请。算不上。寥寥娘子真是美若天仙呀！这还算不上魁首。你爹带你见识更大了。真的去啊？走了。哎呦，赵老爹，今儿你也来了，里边请。哎，恭迎恭迎。赵老爹，还是老地方。主座。好嘞，这边请。二位用什么茶？喝什么茶呀？给老爹上酒。得嘞。爹，常来呀。啊，不常来。哟，这不赵老爹吗？您又来了。来，给您买上。哎，好好好，赵老爹吃好喝好啊。好好好。今天有劳你们了啊，不用陪我了，我有人陪。讨厌。我在这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迟了了为诸君献唱一曲《望江南》。这位娘子，她的嗓音好特别啊。这个了了娘子啊，嗓音是比一般女子有些不同。在韵律里能听出筋骨，配上这苏词啊，可谓是浑然天成。爹，你干嘛总闭着眼啊？哦，这是乱花渐欲啊，迷人眼。哎，爹，休息休息眼睛，一会儿看着压轴大戏。还有更好看的压轴大戏呀！哎，婉儿啊，这樊楼啊，每逢大宴之日，除了那些花魁娘子登台献艺之外，还会有一个特别的节目，
那就是长天落下。掌柜的，这怎么还换戏码了？尸体。胖儿，快走！胖儿啊！那红布上绣的是什么字啊？名字？这是谁啊？哎呀，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哎，不要吵，少勿躁，少勿躁，少勿躁。会有一点点疼。就是小挫伤，养2天便好了。多谢了。师娘子，这个发绳你是在哪儿买的呀？这个啊，是我弟弟给我做的。你弟弟做的？我嫂子她也会做，她最喜欢在发绳底下缀2颗草珠子。那可真是巧了。各位别急，都别急。有人安静啊！没说你。王太子，知道我这出啥事儿了？知道。事情一出，我们立刻封锁了现场，让所有的宾客都在这儿稍事休息。安护措施做得挺好啊，一只苍蝇都没有放出去。那怎么出这么大事儿？啊！天使飞剑有。现场所有宾客，10人分成1组，每一个组啊。哎呀，头儿你来了。哎，您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死人了。所有宾客10人1组，每一个组选出1个头，把他们的名字、地址，马上，名字、地址详细记录在案。啊，别喊啊，把人放了。是，放人？不是，头儿，这人不能放啊！凶手为何要选择此时此刻在这里犯案子？樊楼、春燕犯案，他想闹出动静啊！他闹出来了吗？那肯定闹出来了。那些人心惶惶的。那你觉得凶手还会待在原地等着咱们去抓吗？一旦要有那种心理扭曲的，他就想看出闹多大动静。樊楼春日宴，能来参加的，哪一个不是非富即贵？咱们惹得起吗？老老实实的验尸找证据，他跑不了。明白。天使飞剑有，放人。打扰了啊！打扰了。顾军师，顾军师，走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被我爹拉来看春日宴的，没想到把这一幕看了个满眼。你爹呢？我爹呢？这樊楼春宴，你跟你爹还能进得来呢？仵作呢？姚和呢？仵作，赶紧验尸啊！哦，仵作，那顾军师，我也能去验尸吗？皮肤变色，且有虐打的痕迹。根据尸斑推测，死亡时间约3天左右。姚和，啊，这是什么？墨。墨。
年轻人，快！是吗？是吗？此人头发还有口鼻中都有墨汁，应该生前整个头部被浸于墨汁之中。怎么这么多血丝啊？你帮我翻过来。好。等一下，耳后少量瘀斑，此人生前应该被长时间倒灌。房山的案子正在坑节上，我现在过那边去，这边你看着点，有什么新情况，随时来告诉我。您放心，有什么事儿随时禀告。见过他们吗？你们呢？什么印象？何仇何怨，弄得如此离奇的死法？有印象吗？这怎么香臭的？嗯，这个是香药，撒在尸体身上压尸臭的。铁齿飞剑。哎，退色，这3个人的身份已经差人去查了。我是问你这个吗？这红绸上的名字，差人誊抄下来。这些名字可有点古怪。有何古怪？都是女子的名字。女子的名字就不誊抄吗？啊，那不是。来人，抄完以后啊，查一查，他们都是干什么的？来和，旺特斯，他嘴里有东西。拿过来给我看。这是个令牌吧？哎，我见过。哎，这是雅园的。这儿也有。呀，这儿也有。事儿大了。怀英，你还活着。黄金，你看，这黄金真的不少啊！这黄金全都被我找到了。来，帮个忙，这案子咱们破了，破案了！帮个忙啊！来呀！江的是你扔到海里的。怎么可能呢？别装了，这本就不是一起黄金走私案，这是一起军械走私案。黄金只是用来交易的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？从玉素在我手中留下那个字开始，所有的线索都串起来了。就凭一个字，你就断定我是杀人凶手？凭这箱金子还不够吗？王立德在蓬莱帮百济人走私军械，军械的卖家是朝中那些反对皇后的大臣，而你是他们派出来的中间人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你们的走私渠道通畅，你甚至还教了他一些京城琴谱的记谱法，便于走私黄金时联络。不过这一次，王立德遇上麻烦了，黑燕的人找到了他，要他帮助齐劫这笔黄金。他知道黄金换军械牵涉朝中权贵，他得罪不起。可黑燕的人手段残忍，他同样不敢回绝。他思前想后，决定向你坦白，向你求助。你这是怎么了？玉兄，
前2日黑燕的人找到我，说是要接单船上的黄金，并且答应分给立德一份。如若立德不答应的话，恐怕立德必有一死。他想求你借助朝中权贵的势力，将黑燕踢出蓬莱，这样他就可以继续黄金的走私。可你听到之后，却生出了另一个可怕的主意。你和王立德约好了一个海上地点，那个地点是你跟他的秘密。所以航路图一式3份，你1份，王立德1份，黑燕1份。只不过在黑燕的那份航路图上是没有那个地点的。这也就是你打算独吞黄金的地方。王立德按照你们的计划，迷晕了黑燕的船员。王立德途中在小岛停留，是在等待和你约定的时间。可当你上船的时候，他发现你没有带一兵一卒，他便起了疑心。怎么就来了你一个？你带的人呢？他们都在后面的大船上，随后就到。船舱里面我都已经解决完了。黄金呢？这边。怎么放在这里？越是明显，越是不会引人生疑。你的人怎么还没有来？要是被黑燕发现的话，咱们就全完了。王立德坠海是个意外，不过你并不担心。事实上，王立德在海上飘到小岛多活了几日，对你也确实没有产生威胁。你在等待的是大潮汐的来临，你在等退潮的时候来海沟里取回黄金。我没想到的是，你对潮汐居然如此精通。其实这潮汐和星象，我也略知一二。你打算凭一己之力，独吞从百济国走私来的最大一笔黄金。一方面，军械没有丢失，对朝臣你可以有交代；另一方面，你打算作状，黑燕劫走了黄金，而不受百济国人的追讨。做成这么大的一笔买卖，只需要除掉王立德一个人。只可惜，你没料到的是，后来发生的一连串的意外。你没料到船上还藏了一个百济国的偷渡客，这个瘦子还说出了黑燕船员。여기 보신 이상한 무신이 있습니다. 저는 모두 다 있어요. 黑燕没有拿到黄金，又折了10名船员，本就窝火，结果还暴露了行踪，遭到朝廷通缉。于是，他们便派出了金桑冒充幸存者，他还咬出了蓬莱所有的大人物。其中一个就是姓顾的船主，船就是他的，这是贡献。还有一个姓厉的官家，本人呢？然后黑燕又故意给了一份航路图，把我们引诱到了海上。其实那时，我还未联想到你。当众人被困于海上，原先的一些秘密便藏不住。奇怪呀，这刚一出海，就有人急着破坏了船帆。动沙看！本官思来想去，觉得他是害怕这黄金被找到，退一步讲，也是害怕被本官查到是谁在走私黄金。头一个露出马脚的是一潘，他无法解释为什么那天晚上带着世伯使的船出港。我不知道你是如何控制一潘，让他为你效劳的。我猜啊，无非2点：
一是以刑部办案的名义，二是他从前不查私贩黄金的船，从中捞得好处，而这成为了你要挟他的把柄。有人想杀意思是和我灭口。黄金船出事的那一晚，意思是陪一个神秘人出了海。那人是谁？他不肯说，说泄露了秘密会掉脑袋。顾船主，是你吗？在船上，这秘密就快瞒不住了。于是，你勒杀了一潘。你把一潘的死伪装成了自杀。顾梦兵未必知道你的秘密，但一潘的死吓坏了他。你怕顾梦兵知道了什么，于是你放暗箭射杀。为了掩盖黄金的秘密，你变得如此丧心病狂。狄仁杰，力冲外敌，人体相见。发！我万万没想到，你最后一个想杀的人是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这箱金子让我的朋友变成了一个恶魔？这箱金子可以让我换回我要的东西，你懂吗？洪亮，多亏你及时派船营救本官，这就说明，如你刚才所说，这批用来走私的黄金，是那侯玉提前算出了潮汐即将退去，才提前沉入了海沟。当心点！哎，这狄仁杰办案有点意思。好。那是本官错怪狄明府了。刘中士，很快就涨潮了，时间不多了。去，速速派人接应。你去吧。好。供出你背后的朝臣，跟我回去自首吧。你住嘴！我侯家3代为大唐效力，我祖父从小就教我天文海事，按我成为不世之才。但皇后掌权，我没有指望了。那些不服皇后的老臣，个个都不是什么好人。他们让我去走私黄金，让我和王立德这样的人为伍。王立德是什么？是个屁！而我要做一番大事业。你以为我真瞧得上这些黄金吗？是皇后免了我的官，那些老臣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话，他们全做了缩头乌龟。你现在只有投案自首这一条路了。淮阴，我们还有第2条路。这黄金我一块不留，全都送出去。那些死的人都是走私黄金的重犯，被我们除掉了，他们死有余辜，他们罪有应得。这黄金案被你狄仁杰破了，你可以拿着这些黄金去找皇后交差。淮阴，你记不记得我们在京城诗酒唱和，意气风发，指点江山，你记得吗？帮我一次好吗？放了我。
我拿到这些黄金，可以换回我要的师徒。到时候，我还是刑部的胡连之妻。怀英，我会成为大唐的栋梁之才。我会成为大唐的栋梁之才。
黄金案破了，皇后，今后不会再有私贩的黄金流入京城了。洪叔，哎，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去啊？我跟曹娘子约好了，一起去上香。快去！怎么了？冥府可有心事？没有啊。那为何一路无言？今日天气不错，难得，是吗？过了这座桥，再走不远就是佛寺了。冥府信佛吗？不信。那你呢？我信佛家说的缘。万事皆有因果，一切的苦乐都是外缘。荣辱祸福，皆是前世的孽。现在虽有，缘尽又归无，所以得之不喜，失之不忧。一切随缘。冥府说不信佛，可开口便是佛理。道听途说。你看，那有棵樱桃树。还真是棵樱桃树，生在这崖壁上，也是不易呀。天地入长夜，生死两茫茫。小时候，家父落难，我和家母被流放到偏远干涸之地，饥渴难耐。幸好遇到了一棵樱桃树，我们才得以存活。说来，我和这樱桃树还是很有缘。冥府，狄冥府。
那个人，当年一个小女孩，家里惨遭横祸，那个人救了你，所以你才来到蓬莱，是为了他。你想找他，那你今日为何？远方其实一无所有。远方未必一无所有。回应啊，回应！来来来，哎，坐，来吃点水果。我去备晚饭啊，留下来吃个晚饭，好吧？不用了，我也该告辞了。哎呀，留下来，吃个饭，好好聊聊。说你要留下吃饭，家里可啥都没准备啊！你拉我干嘛？哎呀，瞎说什么？曹娘子，洪叔叔问你吃饭有没有什么忌口？能不能吃盐碎？他们平时不这样，今日也不知是怎么了。他们只是想知道我们怎么了。那我们怎么了？今日，谢谢。没想到，你真中了跟樱桃树。这样，你什么时候想吃樱桃了？出门就能摘。你知不知道一棵树，等它结果，至少也要3、4年呢？那总是会结果的，对吧？是衙门，胆子也太大了吧！来的就是衙门，我要报官。中计治私欺人太甚，求官家给个公道。他不还我们东西，就是他。报官就好好报。行了，都别吵了。何事先皇？明府，您来的正好，您给我说个理。半年前，我在他们中计治私典当了一个金镯子，说好的当期半年，当票在这儿，白纸黑字。今天是当期的最后一天，我凑够了钱想拿回我这镯子，哎，他们告诉我这镯子不见了。启禀明府，当票是真的，上面的笔迹确是我们钟掌柜的亲笔，但是当品确实也是找不到了。现在掌柜的不在店里，具体该怎么赔付处理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还是得等掌柜的回来再说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不太好说，掌柜的私事，我们确实也不太清楚。私事？哼，
我听说你们钟掌柜最近装神弄鬼，我看多半是打算带着东西跑吧？是不是打算跑啊？这你尽管放心，我们中纪志寺已经成立20多年，我们的信誉还是有口皆碑的。呸！今天要么还我镯子，要么你就赔钱。都跟你说了，赔钱。既然掌柜的不在，那这当期自然是作废，往后顺延。待到他们掌柜的回来了，若还是还不上你的当品，又或者他迟迟不归，你们那个时候再来对簿公堂，我自会秉公办理。既然冥府都这么说了，那我还能说什么呀？3天找不回镯子，咱们公堂上见。公堂上见。多谢。行了行了，看什么呢？散了。哎，这一大早上的烂事儿是一件接着一件。你们俩从哪儿回来的？城东一间酒肆，说有人闹事儿，掌柜的来报官，我们俩去看了看。事儿大吗？也没啥大事儿，就是喝醉了，撕了个翻，砸了几把椅子。那个店家也是个不识相的，打翻了椅子，他非要让我们俩赔，说什么我们当差的办事不力。我幸好是个当差的，不然我打死他。冥府，又有人报案，是命案。哎呀，可怜的孩子，在昨天晚上找到他以后，吓得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，折腾了一宿才开口说话。找到他的时候，是在城北的桥楼。是，就在沼泽地那一片。昨天我们在桥楼的沼泽地附近捉迷藏，过了很久，我从芦苇后面出来，我找不着他们，他们也找不着我，我就一直走，我想找到出去的路。走着，走到了沼泽附近，然后我就看到好像有人躺着。我看见了一个僵尸。我地府。冥府，这有一滩血迹。哎，这儿也有，一定是在这儿遇刺，然后就开始爬。往哪儿爬？啊？桥楼。你们私下转转。
人？我是蓬莱县令狄仁杰。娘子，我并无恶意，我只是过来例行询问。昨日晚间，你在何处？你在做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格来这里？你走开！娘子。 周围都看了，没发现尸体。你们是何人？我是蓬莱县令狄仁杰。我们奉命在此巡逻，这一带时常有百计的细作，还有走私犯的出没。你们在此地可曾发现一具尸体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放肆！ 我是蓬莱县令，这里发生的所有案件都归我管。被我们抬走了，抬去了哪里？军营。你们在哪儿发现的尸体？就在这儿。为什么不先报官？为什么要把尸体挪走？ 是李校尉让我们抬回去的。他有什么权利这么做？明府，这个您就得问李校尉了。带我去见他。明府，刚刚在桥楼内有何发现？他为什么要去桥楼呢？谁啊？死者、凶手，还有他。 军营重地，闲杂人等严禁入内。这位是蓬莱县令狄明府，需登记入部。黎明府还亲自来管这种事儿，职责所在。奉劝你，一个人别来这种凶险之地。我的人被你的人拦在了门外。军营这地方确实不欢迎太多外人。那桥楼上的女人呢？据我所知，军营管辖之地，百姓是禁止入内的。她叫婴儿，你见过她了？婴儿就是个疯子。 他没惹过什么麻烦，所以我让他留在那儿。我想知道，你为何擅自挪走尸体？我更想知道的是，军营为何插手此事？
桥楼附近均属军营管辖。我是蓬莱县令，蓬莱境内大小案件，皆属我职责所在。若是牵涉命案，你应及时向我报告。等我处理好尸体，自然会托人给你捎信儿。你把尸体处理了？这样的天气，留一具尸体在这儿，我可不想我的兵都因为瘟疫而丧命。这会儿估计已经烧完了。尸体在哪儿？带我去看。止步！让他去。黎明府，小心点儿，别烧着自己。什么破规矩？凭什么不让咱们跟冥府进去？这你就不懂了。这军营里边啊，最多的就是规矩。我当兵那时候可没少受这规矩的苦。所以有时候啊，你要是不懂吧，就别吭气儿。你要做甚？闲来无事，正好练练手。你就不好奇吗？这破箱子还上个锁，里面装的啥？这帮娃娃兵憋得够呛啊！怪不得要上锁。你以前也藏过？我是那种人吗？行了，扶他们回去。你轻点儿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过瘾，没事吧，兄弟们？没事，没事。太值了，昨晚太过瘾了。挨的这顿打，值不值？值。